你要喝下去，不管你是什么贞洁烈女，都得领到付。把他开好了，通知姓周的，赶紧过来办事儿。幸好我一直装下。是谁把本王的酒混成了鹿血酒？好啊！好大的胆子！谁派你来的？我是不小心闯进来的。那我也只能不小心断了脖子。我是个瞎子，我看不见这里有人。这里有真星星。这南王宇文晓。好，他一个瞎子跑不了多远。明珠，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将军府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呢？你现在只不过是个瞎了眼的废物，克死全家的扫把星。周大庆可是我为你千挑万选的夫婿，我就问你嫁还是不嫁？不行，不能被沈克力找到。来人！王爷，找到今晚那个女人，本王要亲手拧断她的脖子。元宵，小刑狱司竟然对本尚书滥用私刑，只不过是给了你几分颜面，你还真拿自己当王爷了？王爷，怎么处理？把他丢去喂狼。这毒虫在户部吞吃了5年，别浪费了他一身肥肉。是。带走。元宵，你娘立天贿赂后宫，你就是个野种，可你娘也不得好死！罪非利品，私通侍卫，秽乱后宫，罪大恶极，特赐上刑。现在人人喊打，皇上也不闻不问。什么皇子，没事是个野种。王爷，还查了1个月，终于找到那个女人了，她叫沈灵芝。正好今日一并处理。小姐这几日吐得厉害，什么都吃不下，还是叫个大夫看看吧。小姐这脉似乎是滑脉，已有月余。滑脉？那岂不是怀了身孕？月余是她的。是啊，而且小姐体弱，这一胎若是落了，这以后怕是不能再有余。什么？春桃，宋大夫，多给些赏钱。嗯。我家小姐还未出阁，有些话您可不要乱说。好。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将军府需要血脉，我要留下这个孩子。此事先保密。那千万别让二老爷知道了，否则定要找小姐麻烦。
小姐，不好了，将军府门口闹起来了，还有人在诋毁你的名声啊！这就是沈小姐，与我换好后留下吧。哎呀，干嘛呢？怎么回事？是沈小姐。鄙人愿对沈小姐负责，贪梅6片，迎娶她做正房夫人。沈将军满门忠烈，怎么你这么不像话？这不是败坏将军府的名声？原本觉得她是一个孤女，没想到暗地里行这种苟且之事。爹，这明珠真是糊涂，竟然婚前失贞，与人苟合。没了长辈管束，就是不知廉耻。今日我作为他二伯，定要狠狠教训教训他。来呀，给我把大门撞开！去看看去。小姐，不知廉耻的东西！你们怎么能这样？闭嘴，贱婢！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小姐，家丑不可为呀，里面说。小姐，沈明珠，你以为你闭门不出就能逃得掉吗？明珠，乖乖嫁人吧，二伯也不想让你再受苦啊。二伯，你4次落榜无缘官场，若不是我爹正下军功扶持你，你们哪来如今这锦衣玉食的日子？如今你毁我名声，逼我下嫁无赖，难道良心不会难安吗？你一个女子，早晚是要嫁人的，你就听二伯的，往后由二伯为你做主，保证周家不会薄待你。你为我做主？爹，不必和他多说，谅他也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去！滚！不准碰我家小姐！春桃，小贱婢，放下！春桃，春桃，放开我！你们这样欺负小姐，你们不得好死！不怕死的尽快碰我！废物！还一个瞎子，你怕什么？华山那2两肉白长了。你们想要逼我嫁人，可惜我腹中孩子的父亲不会答应。什么？谁晕了？你不是没碰过他吗？没有啊，这绝对不是我的。那是谁的？是镇南王。沈明珠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连这种火话你都编得出来？镇南王是何等身份？那可是皇上的弟弟，本朝唯一的亲王。你一个瞎子，你也攀得上？就是，还镇南王，你怎么不干脆说你怀了龙种啊？放心，我很会调教女人的。现在怎么样？待会儿就会求着我要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镇南王行事狠厉，你们敢动他的女人，不怕掉脑袋吗？贱人！你镇南王算什么东西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！王爷驾到！宇文香，他怎么会来？你说本王算什么东西？我错了，王爷饶命！答非所问。我要饶命！我要饶命！王爷，我也饶命！果然是你，爬了本王的床就跑，叫本王好吵。王爷恕罪，我是真不知道他是您的人。早知他是王爷的人，我们绝不敢有半分冒犯的。聒噪！再吵就割了舌头！赶紧滚！等等，把他带上。
你觉得本王该如何处置？王爷，那日是个意外，堂兄为逼我嫁人，给我下了催情的药。我只是想活下去，才会误闯王爷禁地的。那你还挺无辜的。可惜，精彩的事上有巧合。不要，王爷！你怀了本王的种。王爷，大夫说我体弱，若这胎落了，王后再无可能有孕。求王爷允我生下这个孩子。王后，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他和王爷的关系。我愿对天发誓，绝不敢有意攀附。本王对你的苦衷不感兴趣。本王只想剖开你，看着那种场的强行，看看这孽种场的强行，不想看看吗？可惜是个瞎子，这么有趣的东西，你看不见。不要！求你！放心，本王的手很稳的，你都感觉不到痛，就结束了。王爷不可！王爷不可！王爷，太后懿旨，既然沈小姐有了您的子嗣，那就必须堂堂正正的生下来。是你传消息给太后的，你动作倒是挺快啊。王爷，子嗣为重，太后娘娘可盼着你早日成家呢。所以就敢算计到本王床上来。是，其实太后另外给你准备了一个女人，谁知啊，被沈小姐意外闯入。可见这说明你们二人有缘分呐。是不是本王对你太纵容了？你还知不知道谁是你的主子？18年前，太后把我派给王爷，我就是王爷的人了。可正因如此，就算王爷今日杀了我，我也还是要说，我不想眼睁睁看着王爷这样孤家寡人下去。太后娘娘还说了，若您同意成家，她就做主将丽嫔娘娘的遗物交给你。此话当真？金口玉言。娶个女人而已，行，本王答应。好，我这就回去安排。也好，府上很久没有新鲜玩意儿了。从今日起，沈大小姐，你最好打起精神来，让本王慢慢玩。小姐，小姐，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我没事，幸好有惊无险。我刚刚被他们关到柴房里，府里的下人都装看不见，他们定是被收买了。是该好好清理一下。你们都是将军府的老人了，如今主家落魄了，索性今日就放了你们出府去了。赵叔，主仆一场，这些首饰你们都拿去分分吧。谢谢大小姐。我要这个，你就来给我抢！赵叔，去衙门报案，有几个奴才偷了我的首饰逃跑了。小姐妙计，
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这回不是让他们苦役，就是流放。赵叔，春桃，这是你们的，我就要嫁人了。真南王府不是个好去处。小姐，我可不走，就算刀山火海，我也要伺候你一辈子。要是没有将军和夫人，20年前我就死在大街上了。小姐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我也不走。小姐，不要赶我走。好了好了，不走，以后呀，我们都好好的。王爷，我绑了沈克礼，打断他2条腿。那晚他确实对王妃灌下了催情药。那晚以后，王妃一直待在府中，没和其他男子有过接触。王妃腹中的孩子确实是您的，而且王妃在沈家处境艰难，沈将军和沈家大少爷战亡后，沈家宗族为了争夺将军府的产业，背地里对王妃拳打脚踢，还逼她下嫁。你一口一个王妃，她给你什么好处了？您不是马上要娶她了吗？那王府中的女主子不就是王妃吗？她不过是个自甘下贱、妄想攀附本王的女人，在本王眼里，她都不如娼妓。若不是太后横插一脚，她早就没命。那您还娶她吗？她敢嫁？小姐，今天好多人上门来送礼。送礼？大小姐，这些都是各个府下人送来的，送完就走，也不留个拜帖，怪得很呐。上回在将军府收到这么多礼，还是老爷和大少爷打了胜仗回来的时候。大概是我要嫁真南王的事传出去了，那些从前对我落井下石之人，害怕真南王，权势所迫，不外如此。赵叔，收了吧，拿去置换些现银。是。镇南王府聘礼到。沈小姐，这是王爷亲手为你备下的聘礼，他要你亲自收下。多谢王爷。春桃，扶我过去。这季节没大雁，就有鸭子替代了，就是不小心捏死了。沈小姐不会介意吧？既是王爷的聘礼，妾身怎敢拒绝？行，那我走了。走。小姐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小姐？那个镇南王简直就是变态！他就是故意让我害怕，让我主动知难而退。可是我根本就没有退路。小姐，真的要嫁吗？镇南王喜怒无常，听说他还喜欢杀人，要是伤着小姐怎么办？太后有懿旨，要嫁的，我宁肯做鬼，也不做傀儡。眼下唯有借镇南王的事，才能保全将军府的一切。小姐不能死，春桃一定用命来护着小姐的。好，春桃，别担心，镇南王还不至于毫无缘故对一个弱女子下手。况且，我还是个可怜的瞎子。小姐复明之事千万要瞒住了，被王爷发现可不得了。放心，你家小姐并非无用之人，日后如何，都是慢慢谋划出来的。爹娘，大哥，你们放心，
将军府的一切都是你们用命换来的，我一定会护住的。文昌，老奴今日奉太后之命，来代受新人高堂之礼。吉时已到，王爷呢？王爷他身体不适，拜堂一事只能酌情处理一下。胡闹！秦嬷嬷，王爷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吗？这件事上，咱们就别互相为难了。那怎么处理？来人！小姐，他们要你和一只公鸡拜堂。小姐，他们要你和一只公鸡拜堂。沈小姐，此事是委屈你了，不过不委屈。小姐，王爷身体不适，我自当配合。能入王府已是我的福分，明珠很知足了。是个懂事的，开始吧。新人行礼。一拜天地，敬苍天，家偶天成。二拜高堂，骨肉情，情如东海。夫妻对拜，永结同心。来，太后赏你的，往后好好过日子，为王爷绵延子嗣，切莫失了身份。是。小姐，已经亥时了，王爷还没来。歇了吧，王爷不会来的。可毕竟是新婚之夜，要是传出去的话，小姐岂不是要被笑话？王爷本就不喜欢我，何必给我脸面？更何况他不来，我不是才更安全吗？也对，小姐身子经不得熬，快歇了吧。如果王爷过来杀小姐，我就抓住他，让小姐快跑。谁？没想看得起你在骗本王，你没想你在骗本王。原来是王爷啊！妾身眼盲，所以听觉灵敏。刚刚听到有呼吸声，还以为是歹人进来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本王就是歹人。妾身本不该先歇着，应该等王爷回来才是。可妾身怀有身孕，实在容易困倦，请王爷恕罪。你倒是能忍。和公鸡拜堂的滋味如何？王爷身体不适，妾身理应为王爷分忧。既然你这么懂事，本王就给你个恩典。过来。他这是在酒里下毒？难道他真的要杀我？交杯酒，本王亲自跟你喝。王爷，妾身怀有身孕，大夫说不能饮酒。哦，是吗？
那本王就把这孽种挖出来，你就能喝。王爷饶命！喝。本王的酒已经喝完了，该你了。怎么不敢喝？你在怕什么？该你了。妾身有话想说。哦，王爷被迫迎娶臣妾，心存厌恶也是理所当然。可孩子是无辜的，妾身只想求一个安身之所。等把孩子生下来，妾身就自请下堂离开。这孩子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？妾身愧对这个孩子，妾身为了一己之私，将他带到这世上，但妾身却给不了他高贵的出身，也护不住他的安危。但起码，妾身要给他挣一个清清白白的出身，让孩子以后可以堂堂正正的抬头挺胸做人。小儿，是母妃对不住你，没能给你一个清白的出身。我的小儿，往后不知要受多少苦楚。母妃，臣妾所言句句属实，臣妾愿立妻为证，求王爷成全。立妻？废止吧。妾身愿以父兄名义起誓，生下孩子后绝不贪恋王府权势，会自请下堂离开的。这样还不能说服他的话，就只能再赌一把了。王爷，一个生子的工具，也配同本王喝酒？在本王的地盘上，你最好安分些，否则本王不介意亲手扭断你的脖子。小姐，慢点。王妃，确定要自己回门吗？不如再去请示王爷。文管家，您知道的，王爷怎么可能陪我回门吗？只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。王妃就快去快回吧，万万小心身子啊。您放心。爹，大夫说我再也站不起来了，我以后可怎么办呀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李文霄就是个疯子，满朝文武谁敢得罪他？说错一句话，指不定哪日脑袋就没了。现在起码还留了条命，不是？都是沈明珠，都是那个贱人害了我。堂哥这是怎么了？好大的脾气！听闻堂哥腿断了，我特来探望。沈明珠，你还敢来？是谁把你放进来的？我现在是镇南王妃，王爷和太后都很重视我腹中的孩子，谁敢拦我？凭什么？我瘸了，你一个瞎子却能攀上王府？这贱人，你把我害惨了！我能有今日，还要多亏了堂哥和二伯，必会记住你的大恩大德。可怜，来人！哎呀，我该不会是踩到堂哥了吧？真是对不住啊。不过我只是一个瞎子，堂哥应该不会怪我吧？你已经是镇南王的人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今日回门，总该见见家中长辈。知道二伯最疼我，我就来了。顺便问问二伯，欠我家的银子什么时候？小姐，齐了。钱的都已经给你了，走。
怎么还不走？二伯年纪大了，记性真差呀。这些只是银两，还有我娘借给你的田地和铺子呢。那些我给了租金的。是，每年给10两租金。我家春桃月例银子都有5两。你这鄙人太甚，做了指南王妃又如何？沈家才是你的根呢。二伯还是爽快些，我回去晚了，王爷一生气，拔了我的根，可就得不偿失啊。都在这儿了。小姐厉害，竟逼着那老东西把吃下去的都吐出来。赵叔，这些都拿去做生育用。我现在有真南王妃的身份，只要不违背良心道义，咱们都可以借势而为。小姐就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咱们日后振兴将军府，绝不缺银子用。等有了银子，多多修建善堂，再收养几个孩子，好好培养成才，将军府一定会兴盛的。王妃今日打着王爷的名号去了沈家老宅，把沈家吓得够呛。王爷的名声岂容他这么败坏啊？本王什么名声？王室之耻，当朝奸佞，还是杀人魔头？王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他在攀附利用王爷。本王的名号岂是这么容易借用的？来了！小姐，快看，是南王妃来了！南王是大恶人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是个瞎子，你这个做人遭了报应，杀他！杀他！你们什么人？住手！你们什么人？住手！不可再扔了！扔他！给他！镇南王来了，快跑！镇南王来了！小姐，糟了，他不会当街杀人吧？赶紧滚！再来碍眼，本王就拆了你的骨头去喂狼！竟然放走了，原来他并非像传言中那般会滥杀无辜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这群人简直是莫名其妙。没事。王妃受惊了，快回去换洗吧。文管家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百姓们对镇南王府有些误会罢了，小问题，小问题。从前只听闻镇南王名声不好，没想到会这么差。王爷，遭人唾骂的感觉如何？这只是个开始，嫁给本王，将军府也会亲民不保。不过，你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妾身不后悔，妾身是个务实之人，吃饱穿暖，有了力气，才能思考民生这种锦上添花的东西。嘴倒是硬。沈家世代忠良，你怕是没体验过什么叫人言可畏吧？大哥和爹娘走后，沈氏全族都说我是扫把星，克死了全家。听多了也就那样吧。若是被别人骂几句就要自苦，那是蠢人。王爷，妾身先回房换衣服了。铁种和扫把星，倒也是般配。王爷，太后让您带着王妃进宫觐见。皇上今夜公务繁忙，应该不会出现在后宫。知道了。明珠见过太后娘娘。你已经嫁给萧儿了，要叫哀家母后。是，母后。坐吧。倒是生得一副好模样，可惜眼盲。不过只要萧儿肯成家，那就是好事。太瘦了些，一会儿去哀家司库里给他拿些补品。是。明珠，你腹中孩儿乃皇家血脉，平日里坐卧起居都要谨慎，务必要将孩子平安生下，到时候哀家绝不会亏待你。谢母后关心。萧儿，你也要上点心，要照顾好明珠。本王不杀他，
已经是照顾他了。不准胡说，吓到孩子怎么办？母后，王爷对我很好的，很照顾我。哀家就知道，快当爹的人了，这点分寸还是有的。皇上驾到！母后，怎么没有告诉朕，今日弟弟和弟妹进宫啊？不是说今日有军机要事吗？哀家也是怕打扰你呀。朕就这么一个弟弟啊，总算成婚了，再忙也要抽空来看看。皇兄，这是萧儿的王妃，是沈家的姑娘。沈明珠见过皇上。免礼。沈明珠，朕记得将军府的牌匾乃朕亲笔所题。沈将军是忠臣良将，小沈将军也是天纵英才。当年征战北狄，他们二人不幸战亡，朕至今还是很惋惜呀。你的眼睛……当年听闻噩耗，一时受了刺激，才导致眼盲。回头朕派太医院院首亲自为您诊治。这点小事怎敢麻烦皇上？你现在是镇南王妃，是皇室中人，眼睛一定要治好。太医若来，我就瞒不下去了。这可是欺君之罪，可再拒绝，怕是会得罪皇上。怎么嫌弃他一个瞎子，有辱皇室颜面？朕何时说过这样的话？不过是关心而已啊。他都消了3年了，现在来关心，是不是有点迟了？放肆！不许胡说！明珠现在怀有身孕，心药不宜用，等她生了孩子再为她治眼睛。不必了，他的事由本王来看过，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，简直枉为男人。既然如此，朕多赏些东西给你们，就当是新婚贺礼了。不必了，镇南王府不缺银子，朕是赏给镇南王妃的。沈明珠，多谢皇上赏赐。不必多礼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把我不要的东西，你竟然敢要！王爷，息怒。这么喜欢趋炎附势，简直令本王恶心。皇上一手提拔了宇文骁，可宇文骁似乎很讨厌皇上。王爷，君恩难辞，妾身只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孤女，怎敢拒绝皇上？你是觉得本王护不住你？怎么会？只一个王妃名头，已经帮了妾身很大的忙了。妾身不敢再麻烦王爷。本王不想看你这些御赐之物，回去都给我烧了。所坏御赐之物是死罪啊！本王也可以现在就送你上。妾身听王爷。这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！御赐之物又不能买卖，那是死罪。还是顺了王爷的意吧。可留着看也好啊，还能当个传家宝。王爷真是奇怪。王爷今日的脾气来得确实奇怪。王爷本就喜怒无常呀，他还险些伤到小姐。不太一样，就像我之前和大哥闹脾气，我就把他给我的礼物全丢了。王爷今日看起来是在发脾气，实际上是难过啊！他那样的人也会难过？他也是人，为何不会难过？听说他5岁失母，后来被送到北狄做了12年质子，直到金上登基才把他接回来。想来也是吃过苦的。皇上宠爱这个弟弟不假，但我总觉得王爷对皇上的态度有点奇怪，好像有些厌恶。想来中间应该是有什么内情。也可能是我想多了。
贼非礼品，私通侍卫，秽乱后宫，罪大恶极，特此杖刑。母妃，不要打我，母妃！不要打了，母妃，母妃，不要打我，母妃！母妃，不要打我，母妃！母妃，母妃！宇文琪，你骗了我母妃，骗了我。之前还对你感恩戴德，你真该死！王妃的这一胎是越发稳当了，怀上灵儿，又即将有个弟弟，这是双喜临门呐。什么弟弟？我家中只有兄长，没有弟弟。这沈家二房即将要过继一个庶子到沈将军名下，看年龄当是王妃的弟弟，如此将军府也算是后继有人了。此事当真？当真。前几日我为沈二老爷看诊时，听说他们已经定了过继的日子，就在清明。难道王妃还不知情？多谢大夫告知我。春桃，多给些赏钱。沈家好样的，从前逼我嫁人，如今又要过继，污糟之人，也配做我爹的儿子。小姐，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，咱们现在就去沈家。如今我已是出嫁女，按例我是管不了娘家过继之事的，只怕这次去了也没用。什么？他们定是拿捏了这点，才敢这样做，那怎么办呀？除非由皇上亲自下旨，明令禁止，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。我去找王爷，求他带我进宫。王爷不在，那我在这里等王爷。王妃还是别等了，王爷已经数日不曾回府了。可是我有急事，必须要进宫。王爷现在人在何处？王爷不喜欢别人打探他的行踪。文管家，此事与我事关重大，求你告诉我吧。不可不可！我说，王爷他在醉欢楼。来，您在喝没有？您尝尝这个。王爷自己带着多无趣啊！奴家红英来陪王爷喝两杯。再敢靠近一步，死！你吓到奴家了。让他过来。您再喝两杯。奴家为王爷倒酒。就你一个人？讨厌，奴家一个人还不够吗？不过奴家有个要好的姐妹，把她叫来，一同伺候王爷，可好？把你所有的姐妹都叫过来。王爷真是贪心。佳佳，过来。王爷，人到齐了，那随本王进房间吧。哎呀，好热啊！爷，您跟我来。王妃怎么来了？我有急事要求见王爷。王爷在里面。王爷在里面吗？王爷在忙，不方便。那我就在这儿等着。王妃不想死的话，还是赶紧回府吧。既然王妃不怕死，进去吧。哎，你留下。没事，你在这等我就好了。
看得见，在装瞎。你看得见，你在装瞎。看见什么？刚刚妾身走得太着急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是惊扰到王爷了吗？还在演，信不信我剜了你这双眼？妾身不敢欺瞒王爷。过来，给本王倒酒。擅自出府，想干什么？妾身有一事相求，求王爷带我入宫，面见皇上。你说什么？想见谁？沈家要为我爹过继一个继子，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图谋将军府，可如今我已外嫁，若想阻止此事，唯有请皇上下旨，求王爷帮帮我。帮你？凭什么？王爷有什么条件，妾身拼尽全力也会完成。本王叫你去死，你去死。想求本王，那先证明你的诚意。你这条贱命，本王不需要。本王要你去做美人灯。什么是美人灯？自然是用美人做的灯笼。你来的正巧，正好有最新鲜的材料。我也什么材料？摸到了吗？这可是最上等的材料。王爷，这不是死人吗？这两个刚死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还热着，刚剥下来的皮，最有弹性，最适合做灯。你来替本王剥皮，要仔细些，皮越完整，做出来的灯就会越美。像这样，从头皮或者脚底下倒。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本王是不会帮一个无用之人。滚吧！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快走！都说不让你进去了。把尸体处理了。是。王爷，你是怎么发现他们有问题？属下怎么就没发现？看他们脚坏。老统是？他们是北狄探子。北狄人化成灰，本王也闻得出来。
王妃如何？严重吗？这孕妇受惊最容易小产，往后啊要千万小心。先吃几副温补的药，好好调养着。请。真的。小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温管家呢？王妃，你醒了，可有什么不适？温管家，明珠愧对太后娘娘，这个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万万要保住啊！王妃放心，我会请最好的大夫，用最好的药。是王爷，他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否则为何会故意吓我？王爷想必是这几日无法入眠，故脾气大了些。无法入眠？王爷有失眠症，前几日入宫回来后发作严重啊，好几日没睡觉了。昨日又抓了2个北地探子，王妃也是无妄之灾呀。原来是这样。本王说过不会帮你，若再来，拆了你的骨头喂狼。王爷，你听不懂本王说的话吗？妾身只是想给王爷送个香囊。王爷，这香囊里是有一些药材，对助眠有奇效的。想拿这些小玩意儿来讨好本王，你简直太天真了。滚！你以为本王真不会杀你？王爷息怒，妾身这里有些安神香，可清心助眠。无论你做什么，都是这个下场。妾身知错，妾身告退。王爷，这样不行，还得请大夫过来看看。死不了，死了倒清静。王爷，去外面看看，他是不是又来了？没有，王爷。王爷这些天可没给过他一个好脸色，但凡有点骨头，也该知难而退。你也滚！小姐，这样能行吗？应该能吧，这琴曲最是舒缓，说不定有效果。小姐还怀着身孕，何必要做到这一步？王爷是不会帮你的。王爷原本也没必要帮我，我只是在为夫君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而已。反正我觉得不值，王爷对小姐从来都是冷言冷语的，好几次还险些伤到你和孩子。王爷不是坏人，都说他喜欢杀人，但你看那群往侯府门口扔菜叶的乞丐，不是一个也没死。比起伪善之人，王爷反而更叫我安心。小姐不会喜欢上王爷了吧？不重要，继续吧。
瞎子也会弹琴。王爷，妾身这就走。本王让你走了吗？那王爷是要杀了我吗？现在杀你反倒没意思了。本王不杀你，反而要成全你。妾身只是想给王爷送个香囊，王爷息怒，妾身这里有安神香，可清心助眠，王爷反而更叫我安心。继续。本王不说停，你就不准停。本王不说停，你就不准停。母妃的手好巧，萧儿好喜欢。喜欢就好，我的萧儿要天天都这么开心。泊舟忽泛舟，秋夜月灯头。欢歌半断笛，小雨满湖。我要当母妃！本王竟然睡着了。你倒还有点用处。这药可以镇痛，也不会留疤。谢王爷，妾身先回房了。他怎么不开口，求本王帮忙了？不过是些皮外伤，没关系的。怎么能没关系？从前小姐可是老爷夫人和大少爷捧在掌心的宝贝，擦破点皮都是他天的大事，如今却要受这种搓磨。我已经没有爹娘和大哥了，掌上主早就沦为脚下泥。不过只要活着，就还是有希望的嘛。小姐手都伤成这样了，王爷都没有答应帮忙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再等等吧，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就看他肯不肯和我做笔交易了。好了，下去吧。王爷，这都第8个了，没有用吗？这曲子都是一样的，难道是因为弹的人不一样？叫他来。哦，好。王爷恕罪，妾身今日怕是难以抚琴。躲什么？你看见了？不是，是王爷的气息，很热。倒是没什么致魂药的气味。你这瞎子倒是挺有趣，除了看不见，和常人也没什么区别。妾身在黑暗中活了3年，再怎么也该习惯。都下去。小姐，小姐，
既然谈不了情，那就做点别的。别的？什么？随便。随便是什么意思？弄出点动静来，但别吵到本王。那妾身给王爷唱支小曲儿吧。莫愁湖泛舟，秋夜月当头。欢歌半断笛，小雨满湖流。你为何会唱这首曲子？这是我娘故乡江州的民间小曲，妾身幼时娘总爱唱，所以妾身就学会了。是啊，母妃也是荆州人，你那么想你娘，为何不下去陪她？你那么想你娘，为何不下去陪她？也是想过的，后来还是决定活着。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活得越久，就越痛苦。怎么会？活着能看到这人间，有日出日落，有山川河流，有万物生长，还有你瞎了的眼睛，有你死了的全家，有同族亲人的凌辱践踏，有你想落却落不了的胎。沈明珠，你分得清这是人间还是地狱吗？其实死也不难，只要熬过那一时的痛，你就能彻底解脱。你不想早点见到你的家人吗？想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何？我活着，才能让别人知道我爹娘和大哥是什么样的人。我活着，才能让那些欺负过我的人得到报应。我活着，才能做我想做的事，护我想护的人。所以，不管人间还是地狱，我都要先活着。而且，正因为我努力活着，我才能遇到王爷，不是吗？王爷，王爷，虽然不知道你都经历了什么，但那都过去了。如果觉得太痛苦，应该斩断的是过去，而不是将来。斩断？说得倒轻巧。那你能斩断吗？还不是为了你那破落的府邸而千方百计的求本王？是，我是想求王爷帮忙，王爷可以不帮，但不能因此看轻了将军府。本王何时看清将军府？哭也没用。本王是不会为你去求宇文琪的。既然如此，那王爷早些休息吧。小姐，王爷真的不打算帮你吗？只有咱们俩去，真的有用吗？别人总是靠不住的，我还有其他计划的。咱们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我听小姐的，今日就算拼了命，也不能让他们得逞。走吧。赵叔，小姐，这祠堂大门紧闭，想必里面已经开始了。赵叔，桐油备好了吗？备好了，整整2车，已经全部运到祠堂后门了。你去候着，半个时辰我若出不来，你就点火烧了这阿扎之地。想给我爹认儿子，那就亲自去问他好了。小姐，这水火无情，我分不清好人坏人，你岂不是也危险了？我自有主张，你去做吧。好吧。春桃，我们进去。开门，快开门！开门！怎么是你？
沈家几辈，就沈将军这一脉算个人物，其他都是狗屁。难怪你们像猎狗一样咬着不放。就你想做沈将军的儿子？王爷饶命，我不想，我真的不想了，王爷。什么货色！这种子孙就该在出生的时候掐死，还留到现在丢人现眼。王爷英明，他不过是个低贱庶子，还放心改头换面，做梦！聒噪！你也是个废物，还是全杀了干净，省得哭哭啼啼麻烦本王。我要饶命！我要饶命！我要饶命！从谁先开始？我要饶命！我要饶命！我要饶命！王爷如此滥杀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杀几个废物还会遭天谴？那本王倒想试试，就从你先开始吧。王爷不可！怎么又不忍心了？明珠，我们可是你的长辈呀！快让王爷放了我们吧！王爷饶命！王爷是来帮我的吗？本王只是讨厌麻烦，若现在不杀他们，以后为此来麻烦本王就连你一起杀。王爷，你误会了，他们死不足惜。若是要王爷为此背负骂名，妾身觉得不值得。那你要如何？王爷，族谱。那可是族谱啊！这份断亲书，在场每个沈家人都要签字画押。断亲怎么可行啊？就从二伯开始，若有人不肯，便砍下他的手，让他按手印。王爷，我们签。王爷，从今以后，沈家是沈家，将军府是将军府，没有任何关系。春桃，王爷，我们回家吧。走。爹，大哥，我终于可以把你们和娘摆在一起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一家人再也不会分开。老爷、夫人、大少爷，你们一定要保佑小姐啊！走吧。多谢王爷帮我。若本王不来，你又打算如何？哭着求他们签字画押？当然不会，妾身还另有准备。糟了，诏书！老爷、夫人，保佑小姐平安呐！这阵仗，整个宗祠都会烧得片甲不留。女人狠起来真可怕。你是镇南王爷的贴身侍卫？正是。你放心，你们将军府的隐患，今日已经彻底解决了。多谢镇南王爷。一把火烧了，倒是个省时省力的方法。本王怎么就没想到？王爷，您要喝杯茶吗？后院有棵枇杷树，枇杷叶煮茶可清热解火，别有一番风味呢。是没有好茶吧？没有好茶就直说。
王爷稍等片刻。枇杷都熟了，春桃，你去摘几个。小姐，这太高了，我又不像大少爷那样有轻功，我摘不到啊。去拿根杆子来，打了试试。左边一点点，打那个。泡茶要泡到天黑不成？你是觉得本王很闲吗？小心！你想谋害本王？王爷恕罪。你刚刚能看得见？怎么了？刚刚春桃在敲琵琶，王爷可是被琵琶砸到了。王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往前走2步，伸手就能摸到琵琶。王爷，多谢王爷。王爷要尝尝吗？很好吃的。府里平日短了你吃用不成？妾身自从有孕后，就总爱吃些酸甜开胃的果子，让王爷见笑了。好吃吗？小姐，这些都是文管家刚刚送来的，说是王爷吩咐的。我是爱吃酸果子，可这些也太多了。不如我们拿一些来做糖渍李子，剩下的用来泡酒。夫人曾经教过我，我做的可好了。也好，春桃真聪明。王爷好像变了呢，从前对小姐不闻不问的，如今还会送果子了。太子殿下要见我。太子非说要给您和王爷补新婚贺礼，他贸然在朝中从来都不对付，不知这又是哪一出？可王爷一早就出门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去见见吧。好一个镇南王府！本殿的太子府都没这么气派。父皇平日里就偏心他，自从父皇令他掌管刑狱司，本殿不少人都栽在他手里。如今还娶了沈明珠，陈家父子虽然死，但他们留下10万边防军，怕是要落入他宇文骁手里了。那他以后岂不是更嚣张？本殿先前对这10万军犹豫不决，是不想娶个瞎子进门。可他宇文骁的东西，本殿就偏要抢。今日是宇文骁生辰，也是他生母丽嫔的忌辰，他必定出府祭拜，所以本殿特意挑选今日来见沈明珠。殿下堂堂储君，只要许个侧妃之位，还怕他沈明珠不弃暗投明？一个瞎子，还不是任由本殿拿捏？王妃到！本殿竟不知她这么美，早是这样，瞎子也无所谓嘛。没想到皇叔娶了位如此娇艳的王妃，真是好福气。没想到皇叔娶了位如此娇艳的王妃，真是好福气。太子殿下，皇婶这双眼睛
若是看得见，胜似秋水潋滟。真是可惜了，皇叔不给你治眼睛，本殿可以帮你治。好轻浮的人！皇爷自然是关心我的眼睛的，只是我如今怀有身孕，不好随意用药。难怪婚礼如此仓促，这二人定是婚前就有勾结。这沈明珠看着端庄，骨子里竟是个骚浪货，这就好办多了。皇婶不用替他遮掩，皇叔是个不懂怜香惜玉的人。若我是他，定然将你的事放在第一位的。皇婶这样的美人可不多见，若是本殿在早些遇见皇婶，说不定你就是太子妃了。王爷，太子竟然想勾引王妃，幸好咱们提前回来了。咱们是直接杀，还是打晕了带出城再杀？失礼了，妾身怀有身孕，时常觉得恶心。皇叔，你回来了。皇叔，你回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王爷，你眼睛看不见，还乱跑什么？是，妾身这就回房歇息了。本殿还是第一次见皇婶，何必这样？不如一起吃个便饭。谁说要留你一起用饭了？一顿饭而已，何必小气？何况今日可是皇叔的生辰，本殿正好为皇叔庆贺生辰。生辰？怎么没听他提起过？王爷不过生辰，太子殿下请回吧。为何？哦，难不成是因为皇叔人缘差，朝中没什么朋友，请不来什么客人？本王从不交朋友。朝中的蠢货，要么是本王的狗，要么是本王的刀下鬼。皇叔的脾气还是这么不讨喜，想来也是。你在北狄待了12年，早忘了礼仪教养吧？听说那12年你被拴在笼子里，与狗同住同室，真的假的？原来他那12年过的是这种日子。本殿是不信的，毕竟皇叔是以大齐皇室之名去的，受到如此羞辱，那还有何颜面苟活呀？太子殿下这话简直是胡搅蛮缠了。太子简直是胡搅蛮缠了。王爷做质子是为了我大齐和平，他理应活着，活得比所有人都光鲜，男子汉大丈夫。若是为这点屈辱就无颜苟活，那才真叫人看不起。本殿还以为皇婶贤淑之礼，没想到是个直言快语的人。此事关乎王爷的名声，我爱重王爷，当然要护着他，岂容心思叵测之人诋毁他？你们夫妻感情倒是挺好。浑身没几两肉，头都剃不动的人，还想护着本王？这些传言确实不像话。与本王同住的不是狗，他果然不敢承认，是狼，一群狼。本王和狼学会了如何活活咬死猎物，吸干他的血，再剥了他的皮，拆了他的骨，那种感觉令本王真怀念。本王也是这样杀人的。就是如此，这北狄还真是过分。既然太子那么感兴趣，那今日本王就好好教教你。不必了，本殿不喜欢打打杀杀。没问你喜不喜欢，不是要一起用饭吗？来人，给太子备膳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本殿动粗！来人，传膳。是。这是什么？当然是好好伺候太子的。你自己吃，还是本王帮你？放开！本殿死也不吃这些。伺候太子用膳。是。你敢对本殿不敬，父皇诛了你九族！诛本王九族？那可太好了。本王是叔，你是侄，长者赐不可辞。王爷可真阴险呀！恐怕太子这辈子都不想再吃肉了。我是说，王爷真厉害，出了口恶气呢。我也是糊涂了，他这么睚眦必报的人，哪里用得着我替他出头？
这里没有我们的事了，我们先回吧。若本王当年像你一样浪费，那早就饿死了。元宵，你个疯子！奸人生的野种，活该遭人践踏！本帝早晚叫你不得好死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活该！杨丽嫔贿乱后宫，她就是18年前今天被打死的吗？如今你生辰变忌辰，你们这对母子真是好笑！原来你都知道啊！元宵，本帝现在就去告诉父皇，你等着！糟了，原本只是小肠大陷，可他骂了丽嫔娘娘，这是触了王爷逆鳞了，太子恐怕要完了。把肉菜都撤了吧。小姐，夫人做的那块玉佩绳子都抹旧了，我打了条新的换上，你瞧瞧。你的手艺自然是好的，一会儿帮我戴上。好。那小姐先用膳吧。你说王爷为何不愿意过生辰？难道真如太子所说，王爷在北地待了太久，没朋友？哎呀，谁敢和王爷做朋友啊？他那张冷脸，吓死个人了。也就小姐你不怕。他虽然是冷脸，但他从未真正伤害过我，反而帮了我很多。这样说起来，我还欠他一份人情呢。可是太穷了，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。小姐是想给王爷过生辰吗？那还不简单，以前每年小姐都给老爷夫人还有大少爷亲手煮长寿面的。也是，礼轻情意重，那我就给王爷煮碗长寿面。你让本王来干什么？请王爷过来用膳。你让本王来，就准备一碗面，让南王府就穷成这样了。王爷，这碗是长寿面。糟了，竟然忘记告诉王妃，王爷最忌讳提起生辰。难道你也想给本王过生辰？这碗长寿面是妾身亲手做的，以表微薄心意。当年母妃就是给我做完长寿面之后，拖出去打死的人。可见，吃完长寿面也续不了命，该死的时候一样得死。完了完了，王爷不至于要打死王妃吧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请王爷恕罪。你不知道就可以犯本王的忌讳了吗？王爷要如何处罚，妾身绝不敢有二话。这块玉很一般，这却不是什么稀有之物，但心意无价。小心思倒是不少，以后安分点，别揣测本王，否则……是。这个本王破例收了，就当给你个恩典。啊？他为何要拿走我的玉佩？那是你要送我的吉吉礼物啊！太好了，往年啊，若有人敢犯这个忌讳，必然要被打得半死的。王妃不仅没事，王爷还收了你的礼物。看来您的诚意打动了王爷。这块玉很一般，心意无价，所以他以为那玉佩是我送他的礼物。王爷尚未回府，您先在这等着，我给您沏杯茶。劳烦温管家。王爷尚未回来，我就进了书房，王爷会不会生气啊？说是书房，其实没什么机密，就是王爷平人下榻之处。况且
我相信王妃，因为王爷做的一切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上一个这么护着王爷的人，还是丽嫔娘娘。我护着宇文骁，我哪来这种本事啊？怎么会？不是还有太后娘娘，还有吴豹，还有文管家你吗？也是，我跟了王爷18年，无论外界如何评判，在我眼里，王爷始终是个苦命的孩子。年纪大了，总爱说这些。王妃，您别见外，先在此稍候吧，我去看看王爷回来没有。春桃，你去把我的琴取来，我怕王爷待会儿生气，说不定能安抚他一二。是，小姐。这就是丽嫔吧？果然是个绝色美人，看起来很温柔和善啊，不像传闻中那种人啊。你受伤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？你在装瞎！你在装瞎！我听到有脚步声，还闻到了好浓的血腥味，是王爷身上的吗？你在本王书房干什么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我有话想对王爷说，文管家担心妾身的身体，就让妾身进来歇着。王爷，你真的受伤了？一点小伤而已，这些不是本王的血。那我喊文管家过来给您上药。先伺候本王沐浴。是。他居然就这么脱光了。看见了。看到什么？好险，差点被男色蛊惑。不过他这副皮囊确实是婉中调意。过来给本王擦洗。是。你在害羞什么？你又看不见。更何况，本王浑身上下你哪里没有摸过？什么虎狼之词？说这些干什么？这么多伤疤，每个都这么深，当时伤的一定很严重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替我王爷擦拭。笨手笨脚，你也只能在床上伺候本王。不行的，王爷。你不可。不是，孩子如今才3个月，这样会有危险的。麻烦。你在上面，这总会吧？你在上面，这总会吧？不行的，王爷，你受伤了，牵到伤口怎么办？我不想让王爷痛。本王有兴致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痛点好，你和本王一起痛。不行的，王爷。那本王收着力道，这总行了吧？本王不会跟上次一样把你弄哭的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王爷根本就不喜欢我。不喜欢就不碰了。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怀上的？他怎么说不通啊？今夜就飞了，不可吗？本王娶你回来不是做摆件的。这南王府又不是善堂，
侍奉本王是你的本分。若我聪明些，是不是应该顺水推舟，好让王爷更加怜惜我，趁机坐稳王妃的位子？可是不行的，我不是那个能陪伴王爷很久的人，不敢有这样的奢望。怎么后悔嫁过来了？新婚那晚，王爷忘了吗？我以父兄名义立了誓，妾身愿以父兄名义起誓，生下孩子后，妾身绝不贪恋王府的富贵，会自请下堂离开的。算了，不想留在这儿就滚。可是王爷，你的伤……不用你管，出去。为什么感觉好像是我抛弃了他似的？那王爷好好歇息，妾身先告退了。王爷，妾身帮你吧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妾身小时候生病，床前是一定要有人陪着的，否则妾身就会哭闹不止。矫情。是，妾身是矫情，所以以己夺人，总觉得伤了病了，还是该有人陪着才好。好了，王爷。你去哪儿？王爷还有什么吩咐？这又是什么意思？他就不能直说吗？王爷，要不妾身为您府前助眠，如何？母妃，母妃，母妃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是在做噩梦吗？王爷，别走，别丢下我。莫愁湖泛舟，秋夜月当头。欢歌半断笛，小雨满湖流。自古人生多风浪，何须愁白少年头。他怎么在这儿？本王竟然没有丝毫察觉，竟决心核实侦查了。王爷别怕，我不走。你在胡说什么？王爷，你醒了？你为何在本王床上？昨夜本王要你，你不肯，半夜又偷偷爬到本王床上，你在跟本王玩欲擒故纵？不是的，王爷，是昨晚您一直在做噩梦，还拽着妾身，说什么不要离开你之类的。不可能，就算本王拉着你，也只能是你靠本王太近了，
以后本王睡觉，不准你靠本王太近。分明是他拉着我，怎么说的好像我故意接近他一样？就是，王爷真过分！小姐劳累了一整晚，玉佩没要到，还被他赶出来。他是帮我请了一道旨，可我也还了他的人情了呀。就是，早就还清了。小姐还给他怀了个孩子呢，算起来，小姐还吃亏了。那女人竟会武术霸道，本王怎可能那般摇尾乞怜？本王这不行，离了她就睡不着了。往后我过我的日子，绝不再去多管他的闲事。小姐，好久没见你这样发脾气了。什么？从前小姐被千娇万宠着，脾气很大的。自从老爷夫人和大少爷走后，小姐一夜之间就沉静了许多，处处小心谨慎，什么都憋在心里。是这样吗？是，小姐现在又开始发脾气了，我可太高兴了，甚至有点想哭。文管家，王爷有何吩咐？给本王拿酒来，烈酒。王爷受伤，怎么能喝酒呢？文昌，你敢质回本王？你信不信本王现在就拆了你的骨头去喂狼？王爷今日就算杀了我，府上也是没有酒的。要是睡不着的话，不如我把王妃请来。到底谁是你的主子？滚！武报，王爷，怎么了？跟本王去审犯人。现在地牢里头没货了呀，要不现在我去抓，明日王爷就能审上了。一个两个都是废物，你也滚！哦，慢着。听说前天夜里太子遇刺，这2日全城都在戒严排查呢。遇刺？那太子还活着吗？活着，咱们王府的消息灵通，听说那刺客变态的很，夜里悄悄潜入，捅了太子18刀，竟没有1刀伤及要害。18刀？听说太子殿下浑身都是伤，偏偏人还清醒着。真是太残忍了！难道是他？王妃，王妃，王爷有请。王爷有什么事？王爷他的绷带松了。啊？王爷，你没给本王包扎好，导致本王的伤更严重了，疼得睡不着。这分明是人为拆开的，宇文晓，你连瞎子都骗。是妾身的错，妾身笨手笨脚的，不如让春桃来做吧。我娶的是你还是她？你以为什么样的女人都能碰本王？小姐，春桃。去厨房看看，补药好了没？是，小姐。你过来，帮本王换药。
在这儿都洒到床上了。啊，知道了，对不起。你故意的？妾身又看不见，自然没有大夫做得好。做不好就练，练到做好为止。他最近是没酒可喝，还是没人可杀了，就非要折腾我不成？你心里在骂本王？啊？怎么会？你心里在骂本王？啊？怎么会？能服侍王爷是妾身的福分。你最好是上一个对本王出言不逊，本王给了他18刀。那不就是太子吗？还真的是他干的。在妾身心里，最是尊重王爷了。那最好，为了弥补你的过失，从今日起，你每天来侍奉本王睡觉。什么？本王若是睡不着觉，就睡你。能服侍王爷睡觉是妾身的本分。还不来伺候本王穿衣？本殿也不想这口气。冷静，本殿要报仇。殿下，咱们的人正面肯定是打不过这南王的，毕竟上次他单枪匹马的来，最后又全虚全影的走了。哎呦，小心，那就先将他断手、断脚、断都有难度啊，殿下。断子绝孙。哦，明白了，耍阴招是咱们的强项啊，正好，镇南王府还有最后一枚钉子可用。王爷，进来。王爷，您前几日交代的那件事，属下把全京城都跑了一遍，还是不行。什么事？就是这块碎了的玉佩啊，都碎成这样了，实在修不好了。玉佩？知道了，下去吧。等等，是不是一块白色的鸳鸯环形佩？是。王爷受伤那日，是这玉佩替王爷挡了一剑，才只是轻伤，他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不报，出去。能不能把玉佩的碎片给我？娘亲，是女儿不孝。本王知道这是你的一片心意，本王会弥补你的。来人，叫大夫。王妃是悲伤所致的昏迷，敢问王妃最近可是劳累过度？劳累过度？怎么可能啊？最近几日，小姐每晚都要侍奉王爷睡觉，白日里无精打采的。哎，王爷，王妃怀着身孕，怎经得起王爷每晚折腾？
这有孕之后啊，尤其是前3个月不能同房啊，这还是连着几夜，这简直胡闹！只是平常的事情，本王没碰他。那还好，给本王好好吃，名贵药材尽管用。若是不够，想要什么，本王都能找出来。那我开些补身子的方子，好生调养着，切记不可再大悲大喜。啊，请。这是怎么碎了？难怪小姐如此伤心。这玉佩究竟什么来路？这是小姐及笄的时候夫人送给小姐的，可是没过多久，夫人就去世了。小姐日日都把这玉佩戴在身上，想念夫人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看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为何要给本王？小姐没送你，是你自己拿走的，可我哪敢说呀？可能小姐觉得王爷也很重要吧。王爷，这可是……闭嘴！好好照顾他。小姐喝药了，王爷给的这些名贵药材果然见效很快，小姐气色好多了。李记的蜜饯，从前小姐最喜欢吃的。李记，那个掌柜不是关了铺子回老家了吗？是啊，王爷啊去学了掌柜，花重金买回了方子，专给小姐做的。一口一个王爷，他给你涨月俸了？小姐怎么知道？涨了3倍呢！他这是怎么了？哦，还有，他为什么给我这个？我猜测王爷会不会对小姐动心了？这个就是定情信物。我觉得小姐如果能一直留在王府，也挺好的。王府再好，终归不是我的家。我和王爷之间，等生下这个孩子，也就彻底两清了。怎么突然感觉一股寒意，就冻死人一样？以后有关他的事都不必告诉本王。是。王妃，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讲，王爷不在。可文管家说，王爷在书房。他出去了。我们刚从门口过来，未曾见王爷离开啊。他翻墙走的。既然王爷不在，那就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王爷。这个指环一看就是贵重之物，无功不敢收录。你们等着，我进去问问。不是说王爷出去了吗？那他进去问谁啊？陈桃。王爷，我是不是不该进来啊？3句话80个纰漏，本王身边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蠢货？哦，王爷，那这个……本王送出的东西，从不收回。王爷既然送你了，就是你的了，王妃收着就是。谢王爷赏赐。王妃，这东西
对王爷来说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好好保管。轩儿的事是你做的？是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他是太子，是储君，你怎么敢？他辱骂本王的母妃，他咎由自取。你糊涂啊！若是被那些朝臣们抓到把柄，朕也难护你周全的。那就不用护，反正你谁也护不住。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知道什么？我的好皇兄，其实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果然，朕就觉得奇怪。原本我们感情那么好，2年前，你却突然刻意躲着朕。你看朕的眼神，小王，朕对不起你们母子啊！可是当年我也是无能为力呀。怎么无能为力？你不是还能与后妃私通吗？自己造的孽，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？你明白什么？我与你母亲早就是相爱的一对，是命运弄人，她被家人送进宫，后来我们就有了你。我想让她假死出宫，可你是皇子，你走不了。她为了你，选择了留下。我们那日见面，不慎被人发现，她为了护我，主动承认，甚至视为私会。他不准我救你，可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非被施以杖刑，我被送往北狄为质，你登上皇位娶妻生子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朕一直在找机会接你回来，朕想等你回来，一定好好的弥补你。我从前有多信任你，知道真相后就有多恨你。我可以杀了所有人，却不能杀你，因为你是我母妃宁死也要护着的人。小儿，你不用说了，事已至此，母妃也不会活过来，我也不可能原谅你。小儿，朕把这皇位传给你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兄位弟长也是常有之事，若你能继承大统，朕100年后去见你母妃，也好让她放心。若是你担心朝中反对，朕可以将丞相之女指婚于你，有丞相辅佐，你定能坐稳皇位。你要我休妻另娶？沈明珠眼盲，又没有母族支持，她若做皇后对你无益，你可以封她为妃。她若不肯，大齐皇室颇多青年才俊，朕定会为她安排个好出路。你要她另嫁他人？朕一直以为是太后逼你娶了她，难道你是真心喜欢她？不要皇位，我要她。小儿，你皇上，臣告退。小儿，为什么宇文啸不见我？明明累晕的人是我，他却比我还生气。不见我也好，省得装瞎还要提心吊胆。这丫鬟是谁？看着有些面熟。春桃，是你吗？王妃，我是艾草，春桃姐姐叫我来替她送热水。好。他想干什么？王妃，你试下水温合适不合适？他在下毒。水还是有点凉，你再帮我去打桶热水吧。好的，王妃。他想让我以为他走了，看来他不准备杀我，难道是冲着我的孩子来的？
小姐，你怀着身孕，大夫说坐浴不可太久，快出来吧。春桃，你先别进来啊！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，其实王爷对我也挺好的，王府也是个好归宿。你现在去帮我给王爷传个话。现在吗？就是现在。你去请王爷来和我共浴。共浴？可大夫不是说了，现在还不可以。你不懂，我自有安排。总之，你现在就去告诉王爷，我要和他鸳鸯戏水，叫王爷快些来，再晚水就要凉了。小姐这下也想得太通透了吧？我怎么感觉跟不上了呢？他的反应是不是太巧合了？难道他看得见？我和王爷还没试过鸳鸯戏水呢，想来也别有一番趣味。确实是个瞎子。宇文潇口味倒是特别，太子殿下说了，这女人还有用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必杀她。不对，他没走，好热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那到底是什么毒？王爷，王爷，王爷不在，看来小姐的鸳鸯浴是洗不成了。王爷，您回来的正好，王妃有话要我传达。有关王妃的事就不必说了，王爷不想知道。可是王妃吩咐一定要请王爷过去。去干什么？这不要在这说吧。遮遮掩掩干什么？在这说，大声说。不说就走吧。王妃要请王爷去洗鸳鸯浴。这挺大的，疯了吗？不是，你肯定到发那条。他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要和王爷洗鸳鸯浴。他亲口说的，还有别的吗？王妃还说王爷对她很好，王爷是个好归宿。看来他也想清楚了，打算留在本王身边。你想好了，本王现在进去，你可没有机会再反悔了。想好什么？王爷快进来！怎么突然就想通了？王爷，快救我！不行，大夫说你体弱，本王怕不尽兴。王爷，快帮我出去！你别考验本王的定力，来日方长，等你生下本王的孩子，本王定会满足你。水里有毒，此刻王爷，能混进来，算你有点本事。你中毒了，没事吧？这袖子里，贱人，你装下！王爷，你的眼睛看到了，你的眼睛看到了。我的眼睛可以看见了，我的眼睛可以看见了。怎么了？我眼睛疼，我浑身都难受。来人，叫大夫！他又救了我一次。确实有中毒迹象。什么毒？如何解？此毒是后宫争斗的常用之物，非常阴毒，下在女子身上可以助兴，若男子与之交合，毒性便会转移到男子身上，让他绝嗣。好阴毒啊！而且这助兴之药，若王爷把持不住，
折腾的厉害，定会伤及王妃腹中的孩子。这是让王爷断子绝孙啊！所以，这毒对眼睛有影响？没有，王妃并非先天眼疾，若之前是受了刺激失明，那么再受刺激也是有可能恢复的。可能？眼、颅都是人体精髓汇聚之处，十分玄妙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这王妃复明是好事，可以先仔细观察着，其他的只需要开个方子，清理一下余毒即可。王爷，你也受伤了，先处理一下吧。小姐醒了。我记得王爷受伤了，伤势如何？你果真能看见了？妾身终于能看见王爷了。王爷长得真好看。好好照顾王妃。春桃，她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我这次演技不够好？怎么会？小姐的演技登峰造极，大夫暂时没看出什么，王爷应该也没有怀疑，可能是去处理伤口了。那就好。小姐，都怪我，竟然没有发现里面有坏人，我怎么这么笨啊？没事的，至少现在咱们因祸得福了呀，以后都不用装瞎了。王爷，那丫鬟已被关在地牢，何时提审？先等等，把府中最好的食材和物品给王妃送去，再加一组暗卫保护。王爷这是开窍了。是。王爷，现在去地牢吗？还要本王亲自去，那要你有什么用？那个大的放这边，还有这两个花盆放这儿，摆这，还有那个。王妃呢？王妃在屋里休息呢。不对，我不用装瞎了。王爷，看到本王紧张什么？可能是之前只能听到王爷的声音，现在还能看见王爷的脸，尚且有些不适应。那就多看看，尽快适应，别总一副被勾了魂的模样。他以为我是被他的脸勾了魂才紧张的吗？王爷，这次到底是谁要害我们？那个丫鬟招了吗？审过了，是个死士，问不出什么，但也不难猜。你想不想报仇？王爷，树敌已经很多了，若是没有证据，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。怕什么？本王做事从来不需要什么证据。以后本王护着你，你只要在床上乖乖等着本王，你要什么，本王都可以给你。你要什么，本王都可以给你。他怎么说的？好像我要跟他要过一辈子似的。小姐，王爷今天送了好多东西过来，王爷对小姐可真好，咱们的院子也比以前好看多了。其实都差不多的，反正也住不了多久。小姐，你真的打定主意了吗？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可惜，王爷愿意护着小姐，而且孩子是小姐10月怀胎生下的，小姐到时候真的舍得吗？孩子还有父亲，但将军府只有我了。我想和明珠说说话，你出去转转。有什么本王不能听的？女人家的事儿，去吧，不会把你媳妇儿弄丢的。来，
坐哀家身边。明珠，哀家想求你一件事儿。明珠怎担得起求字？母后尽管吩咐就是了。哀家这辈子荣华富贵享过，痛苦也经历过，如今很多事儿都放下了，唯独萧儿。哀家当年答应丽嫔，帮她护着萧儿，结果没能拦住先皇，萧儿被送去北狄。哀家先后派去不少人，只有哀家的亲信文昌找到了萧儿。是文管家？是的，文昌找到萧儿的时候，他就剩一口气，北狄人把他毒打了一顿，又关在笼子里，饿了5天，他浑身连一件蔽体的衣服都没有。明珠，小儿现在就像独自行走在迷雾中，没有了来处，也不知归途。他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。哀家请你陪着他，帮他慢慢的放下过去，至少他也可以不用这么痛苦。母后，儿臣恐怕办不到。王爷并非真心喜欢儿臣，当初娶儿臣也是不得已的。看来你还不知道，萧儿当初娶你就是为这个，这是丽嫔的遗物。什么？若不是看到这个，我也不会和你说这些。萧儿，他已经把最珍视的东西给了你啊。在那个野蛮之地，不杀别人就要被别人杀，小儿就靠着一股狠劲儿活了下来，整整12年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觉。人人都说他冷血残忍，可那是因为他就是这样长大的。这么暗无天日的12年，他究竟是怎么撑到现在的？沈明珠，你分得清这是人间还是地狱吗？难怪他会那样问我。这世界对他而言就是地狱。这么珍贵的东西，难怪总觉得沉甸甸的。王爷在干什么？想把你丢进狼窝里。本王从来没有等谁过这么久。王爷息怒，你就饶了妾身这一次吧。回去吧。哀家老了，陪不了他多久，想尽办法逼他成亲，也是想有个人能陪着他。你别看他表面上什么都不说，可他心底里也想有个家。王爷，妾身有话要说。说。王爷待妾身真的很好，妾身虽不能陪王爷很久，但妾身在王爷身边的这段时间，一定会全心全意对王爷好的。未来也一定会有人陪伴王爷一辈子的。不要的时候非要送上门来，现在本王要了，还要收回去，真当本王软柿子吗？出去！王爷，不行！什么叫不能陪本王很久？你想反悔？我反悔什么？王爷，你在说什么？那日在浴室门口，本王说过了，你想通了。本王现在进去，你可就没有机会再反悔。王爷那日没说清楚，
我想好什么了？不管你想没想好，你已经招惹了本王，本王要么不要，要么就要全部。等，看得本王想吐。不是，我就是有点孕吐。来人，来了，小姐是又吐了吗？我去给小姐拿些水和酸果子压压。她这么难受，为什么不叫大夫？不用的，王爷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小姐连水都喝不进去呢。她受这种苦，本王倒是不该欺负她。好你个采花贼，祸害良家妇女，害得多少人妻离子散。冤枉啊！这都是他们自愿的，我不过说了几句甜言蜜语，那些女人就为了我抛夫弃子，我也很烦的。就凭你这人憎鬼嫌的模样，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女人。只要你能得到她的心，什么外貌、功名利禄，她根本就不在乎。你就算打死她也不会走。收起你那副表情，呸！我恶心。那你说说，怎么才能让一个女人打死都不会走？那你说说，怎么才能让一个女人打死都不会走？王爷，你不会真信了这贼人的鬼话吧？你可以审判我的人品，但你不能质疑我的能力。敢问王爷，可是有搞不定的女人，我一定能帮得上忙。哦，怎么帮？这不同的女人呐，要区别对待。这柔弱的，你就英雄救美；彪悍的，你就柔情以待；清高的，你就若即若离。嘿嘿，不知王爷心中那位是何种类型啊？聪慧果决。若是被别人骂几句就要自苦，那是蠢人。坚韧通透。温柔善良，这样的女人如何留住她？这竟然是王爷问出的问题，怎么听起来好卑微？世上还有这样的女子？她的容貌如何？极美。这究竟是仙人还是女人啊？她就没有缺点吗？看来没有办法，丢去喂狼吧。哎呦，不是，一定是有办法的，有办法。这样的女人一定要真心以待，只要她能看到王爷你的真心，必定会被绑得死死的。若你所说真的有用，那死罪可免。小人愿为王爷分忧。王爷这是干什么？带你去看场好戏。王爷，这里是太子府，你看。殿下，太子竟恢复的这样快。殿下，来抓我呀！调皮。殿下，他们好碍事，你叫他们都走嘛。本殿要办事，你们都滚远一点。美人，来吧。你对本殿做了什么？本殿怎么动不了了？你是谁？别过来！救命！救命啊！男子和男子一起。有什么不可以？或许他很喜欢。正激烈着呢，别玷污了眼睛。哦，这个人是王爷安排的。当然，那个下毒的丫鬟是太子府安插的人，还有当初逼你下嫁也是他指使的。
所以本王恕罪并罚，还了他一份大礼。原来是他，他想要我爹手里的沈家军。是，但他不配。王爷帮了妾身，多谢王爷。沈明珠，本王说过要护着你，无论以后有什么顾虑，本王都会帮你解决。所以你眼里不要有这些渣子，只需要有本王就行。没错，就像这样，看着本王，只看着本王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啊？怎么了？赵叔来了，在外面候着呢。小姐昨日回来就无精打采，是因为王爷吗？没有，让赵叔进来吧。小姐，我来给您报账了。这是将军府所有名下的营生近1个月的进账。这么多，多了快10倍。这么多，多了快10倍。我也没想到，咱们几个铺子的客流量一夜之间暴涨，还有2家老字号的皇商主动找上门，跟咱们谈供货。这往后1年，咱们的收入2倍不止。皇商恐怕又和宇文潇脱不了干系。他这么大费周章，是为了给我送钱吗？小姐，账可是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赵叔做得很好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我们的愿望很快就要达成了。一想到小姐在王府里受苦，我恨不得有3头6臂，早日把钱赚了，为小姐解决后顾之忧。其实我过得还好。其实小姐一开始在王府是吃了些苦头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苦了。王爷把小姐捧在手心里呢。小姐还是那么善良，报喜不报忧。其实我都听说了，小姐你几次在王府里受难，我在外面只能干着急。只盼老爷夫人和大少爷在天之灵保佑小姐早日脱离苦海。哎呀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现在真的没有苦了。就快到大哥和爹爹的继承了，我正好想回去和他们说说话。那是应该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王爷这么着急叫我们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您这脸色，难道是北狄又侵犯大齐边境了？你们过来，帮我看看这个。大夫说可能是女孩子，哪个名字好听？王爷，名字应该让王妃来选，何必吓唬我们？是啊，说的有道理，本王现在就去找她。王爷，王妃外出了。去哪儿了？为何不向本王禀报一声？今日是沈将军忌辰，王妃去坟前祭拜了。爹，大哥，你们还好吗？不用担心我，3年了，我早就习惯你们不在的日子了。我嫁人了，他对我很好，只是我经常放心不下咱们的家，总想回去。院子里大哥栽的银杏树都结果子了，还有后院爹为了哄娘开心种的葱，我和春桃还有赵叔根本吃不完，每天都要往外送呢。要是你们都在的话，就肯定能吃得完了。小婿宇文潇见过岳父和大哥。
王爷怎么会来？岳父继着，为何不告诉本王？你是觉得本王拿不出手？怎么会？只是觉得王爷身份尊贵，没必要做这些。至少在这里，本王该做。谁？谁在那？你是谁？在这儿干什么？贵人恕罪，民女只是路过此地，不慎打扰了贵人。你说谎，你分明是来祭奠的。这方圆几公里，只有这2座将军墓，你该不会是恰好找错墓了吧？贵人饶命，沈将军是大英雄，民女只是想拜一拜。那你为何躲着不出来？你别怕，王爷只是随便问问，你如实回答就好。我带回去审。是。大坏蛋，不准抓我娘！大坏蛋！怎么还有个小的？娘儿，贵人息怒，我儿子才4岁，他什么都不懂。太像了，这个孩子和我大哥长得一模一样。太像了，这个孩子和我大哥长得一模一样。你是认错了吧？这是我的孩子，怎么可能跟沈少将军像呢？我好像没说，我大哥是沈少将军。你认识我是不是？你也认识我大哥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说实话，本王不杀你。沈小姐，我今日不该来，你放我们走好不好？这是我儿子，和你们没有关系。这孩子是我大哥的，是不是？求求你，告诉我，求求你。是。坐吧。你很喜欢我大哥？我配不上他。已经很久没人和我谈起大哥了，我很想他。你能给我讲讲你们的事吗？我叫令玉兰，5年前被我爹卖到青楼里，做了清官人。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接客，可我不愿意，就逃了出去，然后就遇见了他。他从妈妈手里买下了我，我想着都是伺候人嘛，伺候一个也总好过日日接客的强，便一直跟着他。路见不平，撒钱相助，是我大哥会做的事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你们又是怎么相遇的？后来我支了个卖羊汤的小摊儿，就在他每日必经的路上，说来也是缘分。那时候我本以为他早就不记得我了，没想到有一天我被地痞流氓纠缠，他又救了我一次。他还说以后有任何麻烦都可以去找他。那一刻我便喜欢上了他。可是你们为何会有孩子？我大哥虽性情随意，但在外从未闹出过这种事。莫非你是他的外室？不，沈大哥是性情中人，他善良懂礼。是有一日，他喝醉了酒，醉得不知东南西北，正好我撞见他，就把他给带回来了。是你睡了我大哥？我知道是我不知羞耻，可是我恐怕再也不会有第2次机会靠近他了。我不后悔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要是我爹娘知道的话，一定会夸你是个女中豪杰的，他们会立刻让我大哥3媒6聘娶你过门。可从那日之后，我实在没脸面对他，所以就躲了起来。直到过了2个月，我听到他的死讯，
情急之下我就晕了过去，醒来之后才发现怀了念儿。他叫念儿，他叫沈念，和我一样念着他的父亲。那孩子和你确实有血缘关系，但是那女人说的未必全是真的。他说起大哥的时候，眼里有光，我信他。那你说起本王的时候，怎么没光？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？哦，我想把他们暂时安置在将军府，我不想大哥的孩子流落在外吃苦。你来定，他不敢不听。沈小姐，谢谢你让我来她的房间看一看。不只是看一看，以后你和念儿就住在这里。我还是算了吧，我身份不好，进过青楼，我不想误了她身后清名。如果你想要念儿留下来，我以后能不能来看看她？大哥没有嫌弃过你，我也不会嫌弃你的。有个东西和你有关，你要不要看一眼再决定？这是大哥的遗物，当时我还奇怪，可你说你叫玉兰，我想这枚簪子该是属于你的。难道他对我也是有情的吗？大哥从小就不喝羊汤，3年前他上战场的前一晚突然对我说，羊汤其实还是挺好喝的，等他回来他就带我去喝。大哥是想带我去见你，他的心里一直有你。沈小姐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是我该谢谢你，让我们守家留下了念儿，以后就叫我明珠吧。嫂子，走吧，念儿还在王爷那里，这么长时间不见你，肯定想娘了。坏蛋！叫姑父。大坏蛋！叫姑父，不然丢你的骨头去喂狼。不要，念儿不要喂狼，念儿！王爷，你看，把孩子惹哭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没事没事，念儿不哭，没事的。嫂子，你这2天有什么事就找赵叔，我呀过2日我再来看你们。我做惯了粗活，不打紧的。倒是你怀了身孕，要以自己为先。嫂子，我小孩子长得快，穿不了这么多衣服的。哪里多了？男孩子总是摸爬滚打的，总该多备几套换洗的吧。嫂子，这个是长命锁，沈家的孩子都要有的，念儿也有。你对念儿实在是太用心了，不过你现在身子要紧，不能太操劳。哎呀，嫂子，自从有了你和念儿之后，我可太高兴了，我幸福的都要睡不着觉。你不让我做点什么的话，反而难受。我明白，不过你现在也有7个多月了，还是要小心些。
你是不知道，这王爷每次来接你回去，那眼刀子都快把我和聂儿扎穿了。他呀，就是喜欢冷着脸罢了。我明白，看得出来，王爷啊是真的把你捧在心尖上宠的。其实嫁给王爷前，我就想好了的。等我生下这个孩子，我就离开王府，回来重振家业。不过现在嘛，王爷，王爷，跟本王回去！王爷，你听我说，从现在起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准踏出王府一步。我没打算走。你也走不了，敢走，本王就杀了那父子两个。王爷，你听我跟你说完再走吧。王爷，他怎么一下子就变回从前的样子了？小姐，怎么回事？听说王爷突然疯了。他误会了，以为我生完孩子就要离开。啊，不是这样吗？连你也这么认为啊？看来是我的问题啊。唉，我应该跟他好好说清楚的。其实嫂子跟聂儿回来之后，我就不这么想。太好了，小姐，你早该想通了。不过现在去说，王爷听得进去吗？那我也不能就这样被他关着呀。春桃，你把我，王爷，王妃请您过去。让他死心塌地待着，别耍什么花样。王妃没想耍花样，王妃只是想看看王爷。他想见就见，想走就走，把这里当什么地方？王妃她肚子疼，王爷快去看看吧。王爷果然还是那个王爷，好可怕！小姐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不是肚子疼吗？诱骗本王。王爷，别急嘛。王爷，你看，这个是新婚那晚妾身立的誓，为了让王爷信我，我还写了下来。还写在纸上，果然心心念念。可本王记得，从未应承过你此事。沈明珠，你的命是本王的，你的人也是本王的。是。都是王爷的。王爷想要妾身怎么证明都可以。你以为做到这种程度，本王就会原谅你吗？王爷，你对自己也太没有信心了。妾身是诚心诚意的，难道王爷是嫌弃妾身的肚子太大了，没有吸引力了？够了！既然你不想做本王的王妃，妾身想做的，那就留在这里做本王的囚犯。妾身想选第一个。总之，你哪都不能去。王爷，你究竟有没有听我讲话？是你先招惹了本王，你就得负责陪着本王。又耍什么花样？我好想要生了。周大夫，叫稳婆！用力，快用力！小姐，快喝了参汤。用力！小姐，真的，小姐，王妃，深呼吸，慢慢用力。
姐，深呼吸。他怎么样了？王妃有点难受，是双胎，快准备生片区。我这就去。他不准有事，孩子无所谓，一定要保住他。是。王爷不可，男人进产房不吉利。王爷，原来生孩子这么痛。我陪着你，像我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只要你能活着，你想要离开还是怎样都可以。本王不生气了。如果不行，本王也可以陪你一起死，怎样都可以。收了，王爷喜得灵儿。真的，2个，王妃有2个。收了，还有1位千金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不走，我要陪着你和孩子。这回你信了吧？信。以后你说什么，本王都信。你不是杀人不眨眼吗？怎么还哭呢？是吗？本王哭了吗？别哭啊，以后你要嫁了。是，你给了本王一个家。把他们2个都抱走。宫里送了3个奶嬷嬷，4个人贴身伺候着，还成天黏着王妃，真是不像话。哎，慢点。好不容易才抱一会儿呢，他们睡着的样子真可爱。本王哪里不好摸？抱着本王还不够？信不信本王把他们丢去监军抚养？那正好，我也搬过去，我刚好惦记着嫂子和念儿呢。本王不准。今天皇上叫你去是什么事儿啊？他想看孩子，本王拒绝了。废除太子之后，他一直在打本王的主意。那皇位，谁爱坐谁坐。别气了，母后喜欢孩子，我们就把孩子抱给她看，急死她。趁着无人打扰，今天咱们来个鸳鸯浴。